侄子拥有2套生殖系统，大夫建议他做手术，仅保留1套系统。嫂子却表示自己偏爱女孩，非要让侄子变为女人。然而，侄子认定自己是男性，且男性系统发育较为完善。在我的建议下，侄子选择保留了男性系统。可直至侄子大学毕业，因找不到好工作且娶不到老婆，嫂子便在他身旁不断劝说：“都怪你小姑，若不是她，当年我就让你变成女孩了。现在女孩子多吃香啊，彩礼随随便便几10万，结婚后不用上班赚钱，在家当富太太多好，哪用像现在这般辛苦。”侄子自此对我恨之入骨，他将我骗至顶楼，从23层楼顶将我推下。重生后，又回到了侄子发现自己身体异常的那一天。这辈子，我决定绝不开口多言，我倒要看看一个男人心女儿身的怪物究竟能过得怎样。妈，奶奶，救命啊！我要死了，我的肚子好痛。我下班后刚站到家门口，便听到侄子在客厅痛苦的哀嚎。刹那间，我回过神来，竟然重生了。上辈子同样是今日，我从医院下班，刚走到娘家门口，就听到侄子痛苦的求救声，全家人手忙脚乱，将侄子送往医院。经过一番检查，得知侄子拥有2套生殖系统，因为他今年已15岁，女性系统初长成，但身体发育不完善，血无法流出，才导致腹痛难忍。医生当时便决定侄子需进行大手术，只保留1套生殖系统。上辈子只因我多嘴说了一句，最后却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。想到此处，我浑身的骨架仍隐隐作痛。就在这时，我妈急匆匆从厨房跑到客厅：“哎呦，洋洋，你怎么了？我的乖孙子，可别吓奶奶啊！是不是吃坏东西了？”此刻，嫂子也慢悠悠从卧室走出。嫂子是全职主妇，每天却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脸上还贴着面膜。她谈口微张，云淡风轻地说道：“真是的，刚到晚饭点就又闹幺蛾子。我看这小子就是想打游戏，不想吃晚饭，在这装病呢。”我嫂子林瑶一直如此高冷，准确地说，除了她自己，她不把任何人放在心上。上辈子，我刚下班走到门口就看到这一幕，我着急忙慌跑进房内，看到杨洋疼得满头冷汗，便立刻提议拨打120急救电话。可我嫂子却不咸不淡地怪我和我妈大惊小怪，说叫救护车要花钱，几百块够她跑一趟美容院了，还说杨洋顶多就是肠胃炎，多喝热水就好。直到后来，嫂子得知杨洋是双系统孩子，因为大夫说保留女性系统价格可能便宜，只需做个小变性手术几万块搞定，而保留男性系统要做开腹手术，切除子宫所有东西，后续保养费达10万以上。嫂子为了省钱，一直说：“哎呦，还是变成女孩子好，我就喜欢女孩子，养个小公主，每天打扮漂亮能一起臭美。现在社会女人吃香，将来不用买房买车，多省钱。”我当时提出不同意见，认为社会虽男女平等，但因生殖系统构造不同，女孩子大多还是会吃亏，且侄子已15岁，做手术应征求他的意见，毕竟每个人对自己性别有不同认知，侄子有权选择自己的性别。因为我本身是医生，再加上我妈喜欢大孙子，最后征求侄子意见。侄子说从小觉得自己是男孩，更喜欢玩变形金刚和小汽车，不愿意变成女孩。因此，在我和我妈的极力劝阻下，甚至我花光所有手术费，让侄子成为真正的男人。谁曾想，上辈子我如此为侄子付出，最后却换来全家的背叛，甚至命丧黄泉。这次看到侄子在沙发上疼得直打滚，我二话不说走进家门，准备回卧室。我妈看到我，一把扯住我的手臂：“小云，你看看洋洋这是怎么了？这孩子疼得满头都是冷汗呀！”此刻侄子还在沙发上打滚：“妈，奶奶，我肚子疼，好疼啊！”我伸出手揉了揉太阳穴，我也没养过孩子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，会不会就像嫂子说的，孩子得了肠胃炎，那赶紧吃药，多喝点热水。我一边说着，又想回房，我妈拼命拽着我的手：“小云，你是大夫，怎么不懂孩子病情呢？要不要赶紧把洋洋送到医院呀？”上辈子提出送孩子就医的人是我，我妈也佯装站在嫂子那边，说救护车太贵，说我不知节俭。其实我心知肚明，我妈想当老好人，有些话自己不肯讲，总把我当枪使。此刻我无奈浅笑：“妈，你要是想送就打电话吧，我们医院救护车涨价了，之前510一趟，现在好像涨到700多了。不过你的退休金都在嫂子手里，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呗。”听到我说起救护车涨价，我嫂子气得直跳脚，她一把扯下脸上的面膜：“妈，你这老东西怎么那么败家？我是洋洋的亲妈，能害他吗？这孩子就是爱装模作样，多喝点热水就得了，家里不是还有止疼片吗？花那钱干什么？你儿子挣钱不容易，养着一大家子人还要养你，你怎么不知道节俭？”嫂子阴阳怪气的一顿吐槽。自从我爸死后，我妈觉得女儿没用，将来养老要靠儿子和儿媳妇，因此特别畏惧嫂子。听到嫂子一个劲儿的怒骂，我妈瞬间像缩头王八。那我给孩子找点止疼片吧。我妈悻悻地说着，然后翻箱倒柜去给侄子找药。见状，我转身回房。约莫过了半小时，晚饭在我妈的精心烹制下做好了。她站在客厅，呼喊着我和嫂子出来用餐。此刻，侄子已然服下止痛片，肚子或许有些麻木，他的反应并未太过激烈，只是呆呆地坐在饭桌前，脸色惨扬，嘴唇毫无血色。我坐到自己的位置上，拿起筷子准备开动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嫂子突然给我妈使了个眼色，接着我妈满脸窘迫，小心翼翼地对我说：“
小云啊，妈听闻你最近刚评上职称，是不是要涨工资了？你还不到30岁呢，连个男朋友都没有，妈怕你自己大手大脚存不住钱呀。要不你每个月给妈转3000块吧，妈帮你存着。前世我妈也是这般拐弯抹角的向我要工资，说什么都帮我存着，等将来我结婚时当做嫁妆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前脚把工资转给我妈，她立马就把钱交给了嫂子。我嫂子拿着我的钱去做美容，买名牌包。后来我要去外地学习，想向我妈要点生活费，她却直接翻脸不认人，说我一把年纪还想啃老，不知羞耻。我嫂子更是在亲戚群里煽风点火，把我向我妈要钱的事宣扬出去，搞得家族里所有亲戚都觉得我是个养眼狼，一把年纪还啃老。这次我直截了当的拒绝道：妈，我正想跟你商量钱的事呢。我哥的这套房子，当初我出了一半的钱，花了30多万呢，装修的钱也是我出的。其实这些钱都是我跟同事借的，甚至还欠了10几万的高利贷呢。现在利滚利，我每个月要还8000多的债务，我那点工资每个月还完债，连1000块都剩不下了。妈，你这些年也存了不少钱吧？能不能借我几万，让我把外面的债给还了呀？我妈听到我的话，拼命的摇头，说道：哎呦，我一把年纪了，能有什么钱呀？你爸住院的时候早就花光了，你的债务自己想办法解决。一个姑娘家，将来早晚是别人家的人，你赶紧找个男人，不就把钱给还了吗？我又转过头看向嫂子，说道：嫂子，那你手里有多余的钱吗？我哥每个月工资1万多都交给你了，你能不能先借我点啊？我嫂子闻言顿时皱起眉头，说道：哎呀，我哪有钱啊？杨洋还得上学，咱妈也得靠我养活呢，我可没钱。就在这时，原本还在吃饭的侄子突然嗷的一声，双手捂着小腹，接着就晕倒在了饭桌上。他的脑袋重重的砸在桌子上，顺势把一盆热汤掀翻，那热汤全都洒在了嫂子的腿上。嫂子被烫得直叫，大声嚷道：小兔崽子，你是不想活了？我的腿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嫂子一边说着，伸手直接揪住杨洋的头发，这才发现此刻的孩子已经口吐洋沫，昏死过去。我妈也被吓得发出一声惨叫，说道：哎呀，杨洋，你怎么了？这孩子昏过去了，赶紧送医院，赶紧送医院呀！嫂子见状也被吓了一跳，即便她这个当妈的再怎么不称职，杨洋毕竟是她的亲生骨肉。两个女人七手八脚的拨打120，大约过了5、6分钟，救护车赶到，医生用担架把杨洋抬上了车。我们一大家子人赶到医院，由于我哥在外地出差，家里就只剩下我们3个女人。我们在医院的走廊等了半个多小时，紧接着我的同事走到我面前，无奈地对我说：杨大夫，你的侄子杨洋被检查出是双性人。我妈听到医生的话，吓得急忙追问：你说什么？什么是双性人？此刻医生开口解释道：是这样的，我们在孩子的体内发现了2套生殖系统，既有男性特征又有女性特征。其实这种拥有双性别系统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罕见的疾病。准确的说，杨洋表面上是个男孩子，但他的体内也有女性的子宫。至于孩子今天会晕倒，是因为他体内的女性特征已经发育的差不多了，就相当于女孩子初次成年，只是杨洋的女性生殖系统长在体内，血液无法流出，才会导致腹痛难忍，直至晕厥。我妈听到医生的话，吓得一屁股坐在走廊上，说道：啥？你说我孙子他不男不女？我的同事又开口解释道：杨洋的这种情况，杨大夫应该清楚。其实这个病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只要做一场手术，切除1套生殖系统就可以了。不过这个手术赶早不赶晚，所以你们家属尽快商量一下，究竟是保留男性的生殖系统，还是保留女性的生殖系统？就在这时，我嫂子突然反应过来，说道：啊，你是说我家杨洋也可以变成女孩？那可太好了，我本来就喜欢小姑娘，杨洋要是变成了小女孩，将来结婚的时候也不用给她买房买车，能省不少钱呢。听到儿子的病情如此严重，我嫂子的第一反应不是担心，而是觉得养个女孩子花销少。我妈闻言拼命的摇头，说道：什么叫做变成女孩子呀？那可不行，杨洋可是我家的大孙子，好好的一个带把的小子，怎么能让他变成小姑娘呢？我妈一边说着，然后朝我的方向看来，说道：小云，你说是吧？杨洋可是个大孙子呀，就算切那个啥系统，也得把女人的部分给切除。前世我妈也是这样征求我的意见，我倒是不在乎孩子是男是女，因为杨洋已经13岁了，他自己有性别意识。前世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让孩子自己拿主意，孩子想当男孩就当男孩，想当女孩就当女孩。而杨洋的性别认知是男性，并且医生也说杨洋的男性生殖系统更完善，保留男性系统对将来的日常生活更有利。可是有些人天生就是养眼狼，不值得你为他好。我永远忘不了前世自从杨洋做完手术后，但凡他平时有个头疼脑热，嫂子都会把孩子生病的事赖在我的头上，说道：哎呦，我儿子以前身体多好啊，
自打做了那个糟心的手术之后，我儿子便成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，每个月光买药就得花好几千呢，这钱我可不想出。依我看呐，杨洋天生就该是个女娃子，身子娇弱得很，都怪你小姑，硬是把你给变成了男人，结果这体质就跟不上了，这不肯定得感冒啥的。嫂子每天就知道抱怨，不是阴阳怪气的数落我，就是含沙射影的骂我妈。上辈子啊，为了不让我妈在嫂子那儿受委屈，我几乎把杨洋所有的生活费都包了，甭管是日常饮食还是学费买衣服的钱，全都是我出的。为了养活这孩子，我每天都得拼命工作，到了40多岁了，都还没嫁出去呢。当然了，我本身就是个工作狂，对感情这事一直都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。可谁能想到，杨洋大学毕业后，因为他读的是个专科学校，上学的时候还天天逃课去网吧，毕业后找不到对口工作，最后只能进了个电子厂，每天得工作12个小时，薪水才4000多块。再加上这小子从小被惯坏了，吃得胖，脾气还大，一张嘴就骂人，大男子主义那叫一个强。他自己又找不到合适的女朋友，嫂子就把这些事都怪到我头上了。杨洋啊，我跟你说，都怪你小姑，现在这个社会啊，就知道压榨男人，男人得辛苦挣钱，还要买车买房的，当初要听我的，把你变成小姑娘，你那模样肯定随你妈，长得可好看了，到时候啊，多少大款想娶你，随随便便几十上百万的彩礼，一结婚就有7、8个保姆伺候着，你这辈子都不用上班，就知道玩就行。我看你小姑就没安好心，她自己是个老姑娘，嫁不出去，就憋着坏要祸害你，她可真够缺德的。我妈听到嫂子这么说我，不仅不帮我说句话，还一个劲的点头附和呢。当初做手术确实都是你小姑的主意，我无所谓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在我这儿都一样。就因为这些恶毒的话，让杨洋可恨我了。他把我从23层楼顶推下去后，还伪造了我的遗书，说我是想不开。我妈呢，逢人就讲，说我40多岁嫁不出去成了老姑娘，为此得了抑郁症才想不开。我们全家人一起帮着杨洋伪造了杀人现场，把我害死了，还霸占了我的所有遗产，最后连我的骨灰都没去火葬场里。想起前世我这些凄惨的遭遇，我就气得牙根痒痒。这会儿我妈见我发呆，一个劲的给我使眼色呢。小云，你说啊，这手术到底该咋做？杨洋可是咱大金孙，总不能让他变成女娃子吧？听到我妈的话，我淡定的笑了笑。妈，就算我们再疼杨洋，可我们毕竟不是他亲爸亲妈，这种事还是得让大哥和嫂子拿主意。嫂子可是杨洋的亲妈，她能害杨洋吗？就让他们小两口商量去吧。我嫂子一听我的话，立刻满意的点头。小云说的有道理，妈，杨洋是我和杨健的孩子，你这个当婆婆的可不能插手我们小两口的事，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我和杨健商量着来。杨健就是我大哥，他向来是个怕老婆的，只要我嫂子开口，他绝对不会反驳。我妈见我不站在他这边，又不敢对我嫂子，只能一个人坐在走廊里默默流泪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早上，我嫂子就宣布了，我昨天晚上给杨健打电话了，我们俩已经商量好了，我们要把杨洋变成女孩，女孩好养活，还省钱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这会儿已经7点多了，我马上要上班，出门的时候直接拎了个行李箱。接着，我跟我妈说，妈，我单位的宿舍申请下来了，从今天起我就搬到宿舍去住，平时工作也方便，有事电话联系。我嫂子听说我要搬走，那高兴的2只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。我大哥这个婚房，当初买的时候我出了1半的钱，装修款也是我出的。前些年我爸得了重病，为了给我爸治病，把家里的老房子卖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一大家子就搬进了我大哥的婚房。我爸死后，我本来可以去单位住宿舍的，当时就想着我嫂子性格跋扈，怕我妈一个人在这受委屈，所以才一直没搬走。现如今，既然当妈的偏心，我这个当女儿的也没必要再孝顺了。重活一世，在报复之前，最重要的还是得远离这些是非之地。我拎着行李箱去了单位。当天下午，医院的同事就告诉我说，已经给杨洋安排好了手术，明天上午第一场。我不冷不热的应了一声，哼，我这个大侄子，上辈子不是埋怨我让他变成了男人吗？那这辈子就如他所愿吧。杨洋虽然才15岁，可身高已经蹿到1.75米了，体重都190多斤了。我倒想看看，一个满脸青春痘、粗声粗气、性别认知为男性的小姑娘，到底能活得有多潇洒，以后能不能嫁个富二代。杨洋的手术进行得不太顺利，他体内有2套生殖系统，男性系统发育得更完全，女性系统不太成熟。上辈子杨洋做完手术不到10天就能下床了，这回呢，手术过程中遇到了问题，又因为这小子在学校偷偷抽烟，麻药不耐受，手术还没做完，这小子真是死了一次。总之，杨洋做手术的时候，我没进去看。杨洋恢复差不多就上学了，因为那天是周末，我休息，就一个人在员工宿舍看书。突然之间，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，电话那头母亲又哭又闹：“小云，你快到学校来一趟吧，杨洋被同学给欺负了。”哎呀，我的宝贝孙子被人欺负了，我都不想活了。我一边翻着书，微微皱起眉头：“妈，你怎么不让我嫂子去啊？我这边还在加班呢。”母亲却在电话那头愤愤不平地抱怨起来，凌瑶大中午的跑去美容院，一整天都不回家，电话也不接，短信也不回。你哥又出差去外地了，我今天早上下楼买菜还扭伤了脚，
刚才杨洋学校的老师给我打电话，我听到杨洋在电话那头哭呢。小鱼，你能不能跟单位请个假，赶紧去学校看看呀？母亲在电话里百般哀求，我才勉强答应下来。倒不是因为我心地善良，只是想看看那个杨眼狼应得的报应。来到学校后，找到老师办公室，刚一进门，我就看到鼻青脸肿的杨洋站在门口。他1.75米的大个，哭得鼻涕眼泪呼了一脸，委屈的就像个200斤的孩子。杨洋浑身的衣服都被撕碎了，脸上有好几道明显的抓痕，嘴角还流着血。我进入办公室询问老师情况，班主任揉着太阳穴，无奈的摇头。怎么说呢？杨洋家长，这件事确实挺严重的，学校也有一定责任。只是杨洋的情况太特殊了，他以前是个男孩，现在突然变成了女孩。10几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，探索欲比较强，也挺过分的。这不，今天下午杨洋去上厕所，因为要去女厕所，学校当时有好多小姑娘不愿意，那些女孩认为他是男生，就对他又抓又挠。至于我们班的男孩子，有几个比较调皮的，所以老师支支吾吾讲了半天，我才弄明洋。原来是班级里的孩子觉得杨洋比较特别，刚上学1天，同学们就给他起了很多侮辱性的外号，什么臭变态、不男不女、东方不败。老师满脸不好意思地看着我，一个劲儿的道歉，生怕我找学校麻烦。啊，杨眼狼的亲妈都不管，我这个当小姑的管什么？我立刻满脸堆笑地安慰老师，老师，这事儿可不怪学校，你放心，我们也不会追责的。杨洋这孩子本来就与众不同，那些同学对他好奇也是正常的，我们做家长的一定会体谅老师的不容易。我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好话，反倒把班主任搞得不好意思起来。临了，班主任还是有些为难的对我说，杨洋家长，你看这孩子情况这么特殊，要不你们还是把孩子带回家再休息几天吧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把杨洋带出了办公室。回家的路上，杨洋伸手拽着我的衣角，眼角含泪，委屈巴巴地说，小姑，我不想变成女生，我想当男人。小姑，你能不能帮我再做一次手术，让我变回男生啊？我转过头看向杨洋，紧接着勾唇一笑，学着他妈上辈子的语气，哎呦，杨洋小姑知道你委屈，小姑也想帮你，可是不行呀，咱们家是你妈做主，你妈非要让你变成女孩，说女孩好养活，将来能省彩礼钱。小姑再怎么说也是个外人，实在没办法。我又佯装唉声叹气地说，哎，你妈也真是的，你爸挣那么多钱都让你妈送美容院去了，你说你高高大大的又有阳刚之气，要是当个男孩子该多好啊，将来不知道要迷倒多少小姑娘，现在变成了女孩，女人最惨，又是生理期，将来结婚后还要操持家务，说不定碰上个人品差的男人还要被家暴呢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假装心疼杨洋，不就是吹吹耳边风吗？谁不会啊？此刻我的话音刚落，只见年仅13岁的杨洋眼中已经流露出了恶毒的恨意。人的天性从小就养成了3岁看老，一个13岁的小人儿眼神中的憎恨简直让我浑身一震。上辈子我怎么就没早早发现杨洋根本就有超雄的潜质呢？我迫不及待地把杨洋送回家，此刻嫂子还从美容院没回来。我妈看到杨洋浑身是伤，也是哭着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一个劲儿地说嫂子的坏话，林瑶太坏了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，摊上这么个媳妇，为了让自己过好日子，愣是把我的宝贝孙子变成了女人，我可怜的孙子哟，你受苦了。闻言，我不咸不淡地应和了几句，谎称单位还有事，赶紧离开了。没过2天，杨洋在这个学校待不下去了，只能被转学。可是杨洋的模样实在不像女孩，1.75米的大个，190多斤的体重，头发还短，声音还粗，哪怕转到新学校，日子依旧不好过。再加上杨洋性格暴躁，刚转到新学校没几天，就跟同学打了好几场架，搞得新学校的老师一再约谈，想让杨洋再次转学。大约又过了几个月，赶上中秋节，虽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回那个家，可是为了复仇，表面功夫也要做。我拿着单位发的月饼，又自己买了些水果回到家中。因为过节，我大哥也从外地回来，一大家子人坐在饭桌上，杨洋穿着一身粉色的运动服，全程垂着头，也不开口说话。我妈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不停地抱怨，好好的一个男丁变成了女人，真是家门不幸。此刻嫂子还大言不惭地说，你们姓杨的全家都是250，一点没有远见。杨洋现在在学校日子不好过，那是因为他还没熟悉自己的身份。女孩子多好啊，将来好好打扮打扮，随随便便混个几10万彩礼，要是杨洋再会撒点娇，嫁个富二代什么的，可是你们杨家祖坟上冒青烟。嫂子一边言语着，眼神却朝我瞥来。杨云，你瞧瞧我这话讲的对不对啊？你妈和你哥那简直就是2个没心没肺的家伙，压根儿就不理解我的良苦用心。此时我微微一笑，连连应和。依我看呐，这手术都已经做完了，已成定局，再埋怨也没啥用。不过呢，主要还是咱们这城市太小，眼界受限的厉害。你们瞅那些丑网上，像咱杨洋这般情况的人多了去了，都在搞直播当网红呢。人家在网上那粉丝可老多了，天天化妆，穿上裙子扭扭腰跳跳舞，听说1个月能挣个几百万呢。果不其然，我这话刚一出口，嫂子的眼眸中便闪过一丝精明的光芒。中秋节过后，
我们单位恰好有个外出学习的机会，我深知家里即将要有大事发生，于是迫不及待地主动申请去外地学习。就在我的飞机刚刚降落在京都的那一瞬间，我妈又给我打来电话，在电话里又哭又骂，林瑶那个坏女人简直是想毁了我孙子。她竟然给杨洋办了退学，还说要让杨洋当什么大网红。杨洋今年才多大呀？这么小的年纪不在学校读书，当什么网红啊？你们都不知道你嫂子有多过分，给孩子买了那么多裙子，还有化妆品。听着我妈一连串的埋怨，我只是含含糊糊的应着。妈，我在外地呢，信号不好，有啥事等我回去再说吧。紧接着我立刻挂断电话，按下了关机键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几天，我就在各大直播软件上看到了杨洋的视频。视频里的杨洋脸上涂着厚厚的浓妆，跳着各种社会摇和科目三。嫂子自己也出镜了，她哭诉自己是个命苦的母亲，孩子天生双性别系统，这是孩子自己的选择，最后变成了一个女孩。嫂子还说搞直播是杨洋的梦想，自己是个开明的妈妈，肯定会支持儿子实现梦想。万万没想到，杨洋的直播账号竟然真的火了起来。只是网友们并不是觉得杨洋励志，也不是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，纯粹就是出于猎奇心理。杨洋开直播的时候，评论区里清一色都是各种侮辱谩骂的话语，虽然网上骂声一片，但黑火也是火呀。短短半个月的时间，杨洋竟然吸引了2万多的粉丝，嫂子也在朋友圈里大肆炫耀起来。我的宝贝女儿简直就是妲己转世，天生的金疙瘩，做自媒体才半个月，我的宝贝千金就给我挣了1万块呢。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吞金兽，我闺女简直就是个金疙瘩。杨洋视频的流量越来越高，嫂子也开始接各种代言，卖起了假冒伪劣面膜、各种劣质化妆品，还有不含一点燕窝成分的糖水燕窝。不到2个多月的时间，嫂子竟然靠带货挣了将近10万块。而我嫂子这人呀，天生就爱臭美，特别败家，钱在她手里一丁点都存不住。那账号的钱刚提现，我嫂子就去做美容，打水光针，还给自己买了一只香奈儿的包。谁能想到这好日子才过了不到1个月，因为有的粉丝在直播间买了我嫂子卖的产品，用了面膜后脸毁了容，买了燕窝的发现自己买的只是糖水，这些粉丝纷纷要求退款并赔偿。再加上杨洋年纪太小，每天在直播间打扮的花枝招展，进行擦边跳舞，最后被视频网站判定为有违良俗，直接把杨洋的账号给封了。一夜之间，嫂子瞬间背上了100多万的债务。见此情形，我妈又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手里有没有余钱，让我帮我大哥大嫂还债。我只能装作很穷的样子，说自己欠的高利贷还没还完。最后没办法，我哥和嫂子只能把他们的婚房给卖了，一大家子人从原先100多平米的大高层搬到了一个只有30多平米的小出租屋。卖房还债后，我嫂子仍旧不安分，她为了赚钱，不停地让杨洋出去表演、晚会酒席、当地小企业的开张剪彩。嫂子美其名曰女孩子就应该多历练历练，咱杨洋就得从小见世面，将来才能嫁个有钱人。只是杨洋那高大的身材、女身男相的模样，得有多奇葩的有钱人才能看上他。这种如同地狱般的生活整整持续了4年。而这4年的时间，因为通过学习，我也评上了职称，从我们当地的医院调到了省级医院，彻底逃离了那个城市。我在省城买了新房子，几乎跟家人断绝了联系，日子过得也算安稳顺遂。忽然有一天，我下班刚回到家，走到家门口时，突然发现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蹲在我家门口。那个身影不是别人，正是杨洋。此刻的杨洋都快要19岁了，他的身高依旧停留在1.75米，但由于天天喝酒、吃垃圾食品，体重又增加了不少，估计得有260斤。他虽然留起了长发，但皮肤依旧特别粗糙，小眼睛肿眼皮，脸上的青春痘密密麻麻，怎么看都还像是个糙老爷们儿。看到我回家，杨洋缓缓地站起身，泪眼婆娑地望着我：“小姑，我偷偷跑出来了，你能不能收留我啊？”我妈她只把我当成赚钱的工具，我真的不想当女生，当女孩太痛苦了。每个月那几天，我疼得简直要死。小姑，我求你，以后我跟你一起住，好不好？我再也不想回去了。杨洋嘴上说着可怜巴巴的话，可他的一双小眼睛却一直在我身上乱转，目光紧紧地锁定在我背着的包、我的衣服以及我脖子上的金项链上。我知道，本性难移啊，不管杨洋说的多可怜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帮他了。不行，我直接开口拒绝。你要是住在我这儿，你妈是我嫂子，她会跟我翻脸的。我现在给你妈打电话，实在不行你可以在我家住几天，等你妈赶过来之后，让她把你接回去。我一边说着，就准备掏出手机给我嫂子打电话。谁能想到，杨洋看到我掏出手机就跟疯了似的，直接把我手上的手机打落，不准打电话，不准。他拼命地狂吼着，眼神中满是畏惧。此刻我才突然意识到，家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假装可怜他，假意让他先住在我家里。我缓缓推开房门，待杨洋踏入房间后，便轻柔地为他安排好住处，让他早些歇息。回家之事暂且搁置一旁，直至夜深，我察觉隔壁的杨洋已进入深沉的睡眠，于是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，来到省城执法局准备报警。万万未曾料到，我刚抵达执法局，报上杨洋的证件，执法人员便告知我，杨洋如今是在逃的犯罪分子。原来
我嫂子一直逼迫杨洋挣钱，而我大哥又站在我嫂子那一边，杨洋几乎要被那样的生活逼疯。他厌恶所有人异样的目光，对我嫂子更是恨之入骨。正因如此，就在3天前，杨洋竟然手持菜刀，将我嫂子和大哥尽数砍在出租屋中，随后又放了一场大火，将整个出租屋烧成灰烬。我大哥、我嫂子以及我母亲全都命丧当场。得知这一情况后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还好今晚我稳住了杨洋，否则恐怕我也将性命不保。执法人员迅速赶到我家，将杨洋逮捕。由于杨洋已满19岁，是成年人，所以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杨洋被判处死刑。在杨洋行刑之前，少管所的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，称杨洋想要见我。我前往少管所看望他时，杨洋如同发疯一般朝我怒吼：“小姑，为何这辈子你不管我？为何这辈子你不让我成为男孩？为何？”此刻的杨洋声音愈发沙哑，他的眼神与上辈子如出一辙。上辈子的杨洋又回来了。我不再隐藏内心的恨意，大声质问他：“那么你回来了，对吧？上辈子我出了全部手术费让你变成男孩，我得到的结局是什么？杨洋，你天生就是个恶魔，这一切都是你的报应。”此刻的杨洋突然反应过来，我杀了你，都是我妈的错，都是她的错，都是她！杨洋发疯般的怒吼着。我冷眼望着玻璃窗那头疯癫的杨洋，说道：“今生也算如你所愿，让你变成了女孩。你欠我的，永生永世也无法偿还。这辈子，我顶多算是讨回一点利息。”见过这一面之后，我返回省城，正式开始自己的生活。说来颇为巧合，杨洋被执行的那天，恰好就是上辈子他害死我的那日。因果轮回，报应不爽，此生我只想好好的活着。